就是要菜表面有一点油油亮亮。进步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芬姐。我们今天要包水饺，今天包的是蔬菜水饺。那蔬菜水饺我以前就包过哈，每次都是整个就是扁扁的，然后呢躺在那里像水饺一样。我今天想要再次挑战蔬菜水饺，那我们就开始咯。高丽菜大概有2颗的高丽菜，好切成碎碎的，这边都还没有抓过盐哦。再来呢就是2把葱，2把金针菇。水饺皮是大片的，这样大概有100张。盐巴下去，盐巴会让高丽菜出水。那今天因为准备的菜蛮多的，所以分成2锅。这个盐巴有一定的量吗？还是只要让它出水就好？这时候盐不用放得太多，只要让高丽菜出水就可以了。因为馅料拌好，还会再用盐调味，让它静置腌一下。葱不用加盐抓麻，因为它水分不多。今天学到一个很聪明切金针菇的方法，从头开始切，切到最后也比较不会散掉。用手把金针菇尾端相连的部分慢慢拨开，挤水。好，来，全部的高丽菜放在过滤网中，由上往下挤，出好多水哦。所以这样还不够干哦。水分如果不够干，饺子容易煮破，或者包成馅料不够的睡觉水饺。分批再挤一次吧。需要的调味料有麻油、一般油、盐、黑白胡椒，这样子就好了。葱花加入挤干的高丽菜中，拌匀。好香哦，拌入葱就是香哎。再来，再加入金针菇小片段进去。先把料拌匀了，再放调味料。包饺子好像很少人从备料就开始教哈，但是备料才是重点。要开始调味咯，盐巴一开始不要放太多，因为在挤蔬菜之前就已经有加过盐巴了，大概放个3到4匙，看我们菜的量。如果太咸的话呢，之后就救不回来了。刚刚已经5匙盐巴了哈。加入白胡椒粉，增加一些香气。芬姐最喜欢白胡椒粉的味道。再加入黑胡椒，它其实不会辣，增加了另外一种风味。包蔬菜水饺有一点简单逻辑，就是你不能只有菜，加上金针菇，或者有的人会加冬粉，就是会让这个水饺吃起来口感比较润。另外这些菜也不要用油炒过，不然冰在冰箱冷冻久了之后会有一股油耗味。就是要菜表面有一点油油亮亮。香油或是麻油只是为了提香，所以不要放太多。好香哦，可以再咸一点。第6匙盐巴，盐巴的量其实可以依个人喜好调整，不够咸也可以用调味料来平衡。我们买到市场最大的饺子皮，今天要挑战包饱满的水饺。多一点的馅，但是你会这样包不起来，对吗？对，你稍微可以旁边这2边先拉，哦它不会破。OK， 好，这样拉住了，然后再趁势2边，好像你都已经抓住了，越边边越好，不要挤到里面，直接就是2边顺势一夹。芬妈手法很厉害，饺子胖嘟嘟的。来看看今天神秘嘉宾的包水饺手法，快手快脚的，3-2下就包好了。前后拉一下，好像有进步咯，进步。一盘已经完成啦，先冷冻一下。其实像这颗水饺它没有包紧，那如果去煮水饺的话，它就会容易露馅儿，所以我们要再把它补强一下。在平底锅上抹上一点薄薄的油，把水饺整整齐齐的排在锅子里面。注意这时候呢，只能是小火，我们就可以慢慢的排水饺。
饺子皮上面都有面粉，所以其实不用再去调面粉水了，只要呢均匀的把每一个饺子的粉都冲刷下去到锅子里面，这样煎饺煮好之后，底下就会有一层薄薄脆脆的粉皮。今天是现包现煮，所以水量大概到饺肚子的1/2，如果是冷冻饺子，那就是2/3的水量。加水的时候就可以开大火，这时候盖上锅盖，等它水差不多收干的时候，就关小火，开盖子。冒烟了，好期待哦！差不多5分钟左右就可以开盖子，关小火，让水分呢再次收干一些。边缘的颜色比较浅一点，就稍微挪动锅子，让边边能够稍微上色。这样煎饺起锅之后，就会整个都是金黄色的，很漂亮哦。你看锅边面粉的颜色就要像画面中这样金黄金黄的。好了，好了，这么快。轻轻用锅铲帮助煎饺脱离锅子，把盘子盖在锅子上倒扣，煎饺就会乖乖掉下来。哇，好漂亮哦！很简单，5分钟可以搞定煎饺。轻轻拉一颗起来，哦，好烫哦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一点辣油、酱油、糯米醋1小匙，搅拌均匀。同场加印韭菜水饺。前阵子下大雨，高丽菜非常贵，但是韭菜这么一大把，只要台币100块。馅料有韭菜、蛋皮、冬粉、姜末和金针菇，大概的配比我会放在资讯栏里。皮薄馅多的韭菜煎饺也好好吃哦。我第一次在家里吃我们家做的煎饺，好像八方云集，我觉得只是没有肉，淡一点，深一点。我觉得2个都有那种焦香味，很好吃。喜欢我们的这个煎饺吗？请在下面按个赞哦，订阅我们，打开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